1901年的冬天，世界航空领域的权威、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兰利博士，在万众瞩目之下，把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5万美元巨额政府投资的伟大作品机场号飞行器架设在了波托马克河上。那是一个象征着人类智慧与荣耀的时刻。媒体的闪光灯、政要的期许、民众的欢呼，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气场。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执掌着史密森尼学会拥有最顶尖物理学知识的权威，将亲手为人类插上翅膀。结果，众所周知，机场号像一块可笑的废铁，一头栽进冰冷的河水里，连带着兰利博士的声誉和整个科学界的信心一同沉底。这次失败是如此的彻底和具有戏剧性，以至于当时最权威的报纸《纽约时报》公开发表社论，断言人类要想飞行，至少还需要100万到1000万年的时间。这篇文章像一纸判决书，给所有飞行梦想家的脑门上都盖上了一个痴心妄想的戳。整个世界，从最顶尖的头脑到最普通的民众，似乎都达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共识：算了吧，别折腾了，飞翔这事儿，上帝不允许。然而，就在这片由权威、资本和舆论共同制造的思想重力场之外，在俄亥俄州戴顿市一个不起眼的自行车铺里，有2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兄弟，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却对这纸判决书置若罔闻。他们没有兰利博士的显赫声望，更没有那笔5万美元的巨款。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双修理自行车时沾满油污的手，和一颗拒绝被他人定义、拒绝被共识捆绑的心。全世界都说德国航空先驱李林塔尔的飞行数据是金科玉律，他们偏不信。在自己搭建的简陋风洞里，经过上千次枯燥的测试，他们发现李林塔尔的数据错了。正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不信，让他们走上了一条与所有聪明人都背道而驰的路。当兰利博士在追求更强大的发动机时，他们却像个傻子一样，日复一日地观察鸽子如何转动翅膀的边缘来控制平衡。他们意识到，飞行的关键不在于马力，而在于控制力。这个从大自然中偷来的智慧，是任何物理学公式都无法给予的。于是，在那个被权威宣判为绝无可能的时代，仅仅在兰利博士失败后的第9天，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地霍克海滩，一阵刺骨的寒风中，奥维尔驾驶着他们用自行车零件和木头拼凑出来的飞行者1号，摇摇晃晃地飞上了天空。12秒 36.5 米，这短短的12秒，在人类历史上，比兰利博士那声势浩大的失败要响亮1万倍。他宣告的，不仅仅是人类物理上挣脱了地球的重力，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胜利。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头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双手，去挑战一个由权威、传统和集体意识构筑的思想重力场，并最终实现一次辉煌的独立飞行。这便是一个人真正的觉醒。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观察了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概念：平庸之恶。他发现，艾希曼并非天生的恶魔，他只是一个放弃了思考，把上级的命令当作自己思想的普通人。他的恶在于不思考，最危险的恶是普通人那种不经思考的服从。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加振聋发聩。我们或许没有生活在纳粹的集权之下，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被一张由算法、信息茧房、社会时钟和他人期待编织而成的无形之网所笼罩。
这张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重力场，它以大数据的名义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以人生赢家的模板告诉你几岁该结婚生子，以热门赛道的标签告诉你该选择什么职业，以专家观点的姿态告诉你该如何思考。它温暖、舒适，充满安全感。它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交出自己的思考权。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小陈，名校毕业，聪明勤奋，却在毕业后的5年里活成了一个思想的傀儡。一开始是知识付费的风口，各种商业大咖都在贩卖成功学，告诉你普通人翻身的10个秘诀。小陈热血沸腾，买了几10门课程，每天打了鸡血一样听课做笔记。他觉得自己离财务自由只有一步之遥，结果除了给大咖们贡献了知识付费的流水，自己的工资条纹丝不动。接着是加密货币的狂潮，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一币一别墅的暴富神话。小陈看着身边的人都在讨论，生怕错过一个时代，把省吃俭用的积蓄一股脑投了进去，结果一轮暴跌，血本无归。他甚至都说不清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只记得那个代码和那个让他冲动的口号。再后来是职业选择，身边所有人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公，父母也劝他稳定最重要。他明明对编程充满热情，却还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放弃了心仪的 offer，一头扎进了备考大军。2年后，他坐在一个无聊的岗位上，每天对着文件发呆，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被抽干。一次深夜，他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哥，我感觉自己活废了，我好像一直在追逐风口，但每次都被风刮倒。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是对的，都是当时最明智的选择，为什么结果却一塌糊涂？我回复他，因为你一直在用别人的脑子过自己的人生，你不是在做决定，你只是在随波逐流，在信息和舆论的洪流中做一个不思考的服从者。小陈的困境是这个时代无数人的缩影，我们太害怕错过，太渴望正确，以至于我们宁愿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共识，也不愿相信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独立的判断。我们以为随波逐流是通往罗马的捷径，最终却发现那条路上挤满了人，唯独没有出路。敢于独立飞行的人究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医学史上有一个悲壮的故事，主角是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迈尔维斯。19世纪中叶，欧洲的医院里，产褥热被称为产妇的屠夫，死亡率高达 20% 至 30%。产妇们宁愿在肮脏的马车上分娩，也不愿走进那座象征着白色死亡的医院。当时整个医学界对产褥热的病因一无所知，主流理论认为是瘴气或宇宙大气地面的神秘影响。而维也纳总医院的助理医师塞迈尔维斯却像一个侦探一样开始了他的独立调查。他发现他所在的第一产科病房由医学院的学生负责，死亡率居高不下，而隔壁由助产士负责的第二产科病房死亡率却低得多。区别在哪？他敏锐地注意到，医学院的学生经常在解剖完尸体后不做任何消毒，就直接来为产妇接生。一个可怕的念头击中了他，产褥热会不会是医生们把尸体上的某种致病毒素带给了产妇？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推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规定：所有接触产妇的医生必须用漂白水洗手。奇迹发生了，第一产科病房的死亡率从 18.3% 骤降到了 1.2%。
这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发现。然而，等待塞迈尔维斯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整个医学界的敌意和羞辱。他的洗手理论严重冒犯了当时的权威。医生是绅士，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们的手怎么可能是脏的？怎么可能成为死亡的传播者？这简直是对整个医生群体的侮辱。权威们拒绝相信他的数据，他们用各种荒谬的理由攻击他，说他是维也纳的疯子。最终，塞迈尔维斯被医院解雇，他的发现被斥为异端邪说。在无尽的孤独和痛苦中，他的精神崩溃了。1865年，他被骗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因伤口感染而死。讽刺的是，他死于的正是他一生都在与之抗争的病菌。在他死后20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用微生物学彻底证实了塞迈尔维斯的理论，整个医学界才终于羞愧地承认了他的伟大。塞迈尔维斯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独立飞行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一种置身于全世界的对立面，依然坚信自己的勇气。它意味着你可能要忍受孤独，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意味着你可能要承受误解，因为你的想法超越了你所处的时代。它意味着你甚至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你的看见冒犯了那些假装看不见的人的利益和尊严。大多数人为什么选择服从？因为那太容易了。而独立飞行的航道上，往往狂风大作，空无一人。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开启自己的独立飞行？不是要你立刻辞职去追逐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也不是要你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杠精。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一种内化的、深刻的自我对话。首先是夺回你对事实的定义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事实是碎片化的，观点是经过包装的。学会像莱特兄弟一样，建立自己的风洞，去检验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数据。别人告诉你35岁是职业的终点，你就去真正访谈那些35岁后依然在职场发光发热的人，看看他们的真实状态。别人告诉你某个行业是风口，你就去研究它的商业模式、盈利周期和风险所在，而不是只看几篇打了鸡血的报道。歌德说，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停止囫囵吞枣的了解，开始亲力亲为的观察，用一手的事实去对抗二手的观点。你的头脑应该是一个严谨的实验室，而不是别人观点的垃圾场。其次是建立你内在的价值坐标。外界的评价体系永远是混乱且多变的，今天推崇狼性文化，明天又鼓吹佛系人生。如果你把人生的遥控器交给外界，那你注定会被调来调去，永无宁日。真正的独立飞行需要一个强大的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你清晰、稳定、不容侵犯的个人价值观。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是家庭的温暖，是知识的精进，还是创造的快感？想清楚这些问题，你才能在外界的喧嚣中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你才能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就像北宋的沈括，在所有人都主张对西夏出战时，他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兵不厌诈，然无粮不战，先固守备粮。因为他内在的价值坐标告诉他，将士的生命和国家的根基比一时的战功更重要。这个内在坐标就是你的定盘星。风浪再大，有它在，你的船就不会翻。最后是培养一种延迟满足的耐心。独立飞行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莱特兄弟在成功之前，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调试。塞麦尔维斯的真理，在他死后20年才被承认。这个世界太快了，我们都习惯了及时反馈，发个朋友圈，希望马上有人点赞；做一个项目，希望马上看到收益。而独立思考的成果，往往是迟滞的，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它可能是一本需要啃很久的硬核书籍，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看不到回报的深度爱好，它可能是你坚持了很久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些事情在当下看来似乎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默默地为你构建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让你在未来的某一个关键时刻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远见和定力。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就轻易放弃你的独立飞行。请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会为你的坚持加冕。回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像莱特兄弟那样改变世界，也无法像塞麦尔维斯那样成为悲剧英雄。我们都只是在自己的生活航道里努力飞行的普通人，但独立飞行的精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它是在困境之中，当所有人都告诉你放弃吧的时候，你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稳住阵脚，不随波逐流的清醒。它是在压力之下，当所有声音都试图左右你的时候，你依然坚守主见，不人云亦云的笃定。它是在迷茫之际，当所有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时，你敢于停下来，听从内心的声音，不盲目跟风的勇气。思考的质量决定了生活的质量。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多么圆滑世故，不是积累了多少人脉财富，而是终于挣脱了那些外部的他人的思想重力，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用自己的内心去定义成功。那一刻，你或许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你也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像那架摇摇晃晃的飞行者1号，它飞得不高，也飞得不远，但它用自己的姿态宣告：天空从来不只属于雄鹰，它也属于每一个敢于挣脱重力、独立飞行的灵魂。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航道上开启一次勇敢的独立飞行，即便是在最深的困境里，也能凭借自己思考的光照亮前行的路，永远不会真正迷失。